前几天我的一个观众说海贼王出新手游了，叫什么航海王梦想之争，发了几个截图，宣传片我也去瞄了一眼，这看着也挺不错的 ，CG 和打斗都挺炫的，但也有可能是虚假宣传，就自己做的动画假装是游戏实机。我看下面评论区好像也是褒贬不一的节奏，那你们懂我的，我可不是一个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我这边也是抢到了内测资格啊，必须好好品鉴一番，开始游戏。我操，这么帅吗？一上来，就能直接顶上战争2年后，大伙重新聚在一起战斗了。OK， 这就是战斗画面了嘛，跟宣传的差不多。战斗是打出下面的卡牌攻击，路飞直接一脚把海军小宅给踹死，然后开奥义一个向前把熊给打飞了。接着佐罗和三字登场，再演示了一下双奥义，的确很帅，不得不说，我还以为是那种纯虚假宣传，假装死机，原来画面真的是这样。经历了这么多虚假宣传的手游，难得有一款画面和宣传是一致的，怪不得光浩发的 PV 下面很多玩家都误会了官方。现在我对这游戏的看法非常的乐观啊，希望后面也能保持这样的水准。OK， 这地图还是个大世界那种啊，可以在里面走路的。好，主线正式开始，路飞回忆过去刚出海那会儿，这段居然也不是从 TV 剧里面抠的，不搞这种偷工减料的东西，真挺好啊。OK， 路飞初登场，一个向前线的加特林给大伙都打飞了。我记得这里是要打那个艾比达哦，对，现在还是个大金鱼女，后面吃花花果实就变成美女了。说实话，以前看动漫还觉得艾比达还挺好的，可比天天想当海军，天天想着抓自己，还给他留船上供他吃供他喝，感觉大伙做人海贼人都挺好的，就海军整天想着怎么杀人。哦，可比会用给队员加怒气的技能，一用路飞就能开大招，一个火箭炮给他一跃送走。接着咱们要去救佐罗打斧王了。这卡牌还能合成呢，2个相同品质的卡牌可以合成一个高品质的卡牌，存在经典属性克制，不过是跟石头剪刀布一样的比较简单的3系克制。那还用想嘛，直接可比上来就打个气，佐罗一刀流斩杀斧王，路飞再随便2下消灭杂鱼小编。我操，还真挺好玩的，战斗简单明了，一共能上6个人，3个打3个后援，操作门槛低，但能体会到满满的策略感。后面又说了个娜美和三字，娜美可以给队员抽卡，比如说这里我先让娜美给路飞抽卡，这些三字擅长打伤害实现意义最大化，人物的技能设定都是按照动漫原作来的，而且很多人物本身的梗都被融了进去，像是你安排三字上场，敌人如果是美女的话，因为她的骑士精神，三字的攻击力就会受到影响。好，新手教程结束，咱们可以抽卡了。这抽卡还能自己选分支啊，就游戏角色是有4种属性，你抽卡可以自己选属性抽，还不错，不用担心抽歪了。等一下，出彩了！圣家之犬没有资格谈什么正义，老沙来了！那前期不是无敌了吗？赶紧给老沙升个级，去打打主线看看。小时候老沙那篇章真的巨精彩，因为太难打了，前期没霸气，根本打不动自然系果实。路飞打赢老沙，运气成分占大头。现在老沙到我这了，不得给他们都打穿啊！我操，一个沙龙卷直接清屏加减防，然后单体输出还带中毒的，奥义也是 AOE 全屏技能，太猛了！咱们直接围绕着老沙组队伍吧。那先让我玩会看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OK， 玩了2天啊，先说结论，挺不错的，真挺好玩的。先说优点，游戏的建模和特效啥的真的很顶，每个角色都有独立的奥义 CG 动画，而且每个角色互相搭配都能玩出不同的花样。游戏是有4种属性可以去加点升级，前期你抽到哪个5星角色，最好是直接围绕着它玩。比如说老沙是环唱属性，我就那皇家环唱属性能力，然后上老沙和那个吃了花花果实后的艾比达。虽然艾比达只是一张4星卡，但是它很肉，而且有个群嘲粉，再上一个微微公主，微微公主有个巨逆天的技能，开局直接给老沙上 buff， 卡牌直接升阶，而且有概率连升2阶，也就是从青铜卡直接变成黄金卡。这是老沙一个技能就能把敌人打残，然后艾比达上去群嘲粉，敌人打完我们一轮之后，直接沙龙卷收割，再来个奥义，刚刚下来的杂兵满血就残了，最后随便2个技能收尾。主线基本就是这样一路平推，要是手操累了还有自动战斗，只不过自动战斗大伙最好直接带3个打伤害的，因为自动战斗有时候 buff 会上错人，反正肯定没有手操厉害，有时候会翻车，因为老沙太脆了。可能后面大伙都会霸完色了，自然系果实不够看了，艾比达没炒粉到3个人都给老沙来一下，老沙就歇菜了。所以一定要有个会炒粉的，战斗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是剧情方面没有做修改，就是原汁原味的海贼王，3D 做的很好，不是那种劣质3D，所以剧情我没有一直在点跳过，有时候到了那种非常经典的章节，我会想回忆一下看一遍，比如说路飞初登场，还有佐罗第一次鹰眼对战这波，这么经典的剧情我肯定是不会跳的，而且剧情还有 QTE 在里面，真挺不
错的。而且这游戏有一个细节我很喜欢，就是过主线为了让玩家不出戏，像是说初次见面打乌索普，你就算有乌索普这个角色也不能上场，因为不能出现乌索普打乌索普，这点我觉得很用心。游戏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玩法是探索玩法，算是一个偏收集向的玩法吧，主要是探索各种岛屿，发现新岛屿，在上面遇到各种随机事件，得到的货币可以在商店购买道具，反哺到游戏本体里，这个玩法也挺有趣的。对，这就是我玩了2天航海王梦想指针的全部体验了。不得不说，游戏制作组是真的想尽可能的还原 IP， 让大家进入到海贼王的世界里探索，非常用心啊！大伙如果对这游戏感兴趣的话，可以前往预约，游戏会在4月1号公测。那么这样就是本期的全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3关注，进行更多有趣的视频。那这样吧，我是尼虎，我们下期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个月我出了一期关于航海王壮志雄心的视频，刚开始以为是和火影忍者手游差不多的换皮格斗手游，但实际游玩之后才发现，虽然有些地方有着火影忍者的影子，但也有很多航海王自己的东西融入到了游戏里，还有很多高质量的动画演出，可以看得出制作组是真的用了心。但看了一下上期视频的弹幕和评论，有觉得玩法还不够多的，还有想入坑但是 PVP 苦手不敢玩的。有一说一，上期视频我说的内容大部分都是 PVP， 因为当时开了个 PVP 之后就玩得很上头，连续打了2-3个小时不带停的。因为我觉得这种游戏大部分侧重都在 PVP， 所以 PVE 和其他玩法部分就没怎么说。但我后面又接着玩了好几天，去体验了一下其他玩法，才发现这游戏真的不只有 PVP 这么简单。就比如这个镜中世界，之前我玩都没注意这个模式，一开始还以为这是其他游戏那种生源爬塔的模式，就看你战斗力推图的，结果点进去才知道，这他喵竟然是个 roguelike 玩法。一开始先给我推了个雷电流派，每25次连就会触发1道弱雷，但烟鬼的段数明显很低啊，打了好久才打25连，明显不适合这个流派。好了，这个模式每打完一关都是可以切换角色的，我们直接切佐罗好了。每打完一关都会出现3选1的能力强化，那我们肯定选这个金色的。第2关再选一个攻击金石双倍连击术，打 BOSS 的时候直接盯着他在天上飞来飞去。接战狮子网购后再接路飞援助技，直接触发特殊组合技，把 BOSS 打了一大管血。是啊，这游戏还有组合技，不同的角色之间都有着相应羁绊，像烟鬼和塔西米的超远突进和多段伤害，三只和奈美的连段也可以将敌人击飞到很高的地方，更方便后续的连段。乔巴和古雷娃的合体技更是离谱，直接把对面绑在椅子上狠狠的治疗。看得出为了还原原作的东西，制作组是真的费了不少心思的。这些合体技不一定都很强，但情怀是真的拉满了。回到金龙迷宫，继续选择能加强雷电伤害的强化。关卡途中有时候会出现那种会飞的箱子，打下来之后能追加1次强化选择。最后打到 BOSS 时，虽然我平 A 伤害一下只有几百1000多点，但触发雷电之后一下能涨1万多，配合着连击术触发雷电，直接一下就把 BOSS 给电死了，纯纯的爽局。再来看看第2关能玩什么流派。功夫海牛，这是要我们走召唤流了吗？把我援护技都禁用了，我倒要看看这海牛有什么说法。不是哥们，我把怪都打死了，你怎么才开始打？这海牛上来就给他打空气，每周把怪打死了他才开始攻击，感觉没什么用啊。海牛阿杰，怎么还有阿伟啊？杰哥，你干嘛？我看他俩是个什么事儿？我去，杰哥把阿伟直接丢出去了，然后 BOSS 一个上来把阿伟打得老高，杰哥只是看的吗？海牛们好像奋起了。我去，这3只海牛攻速怎么变得这么快？他们3直接把这种 BOSS 按在墙角锤，小波刚出来就直接被融化了，BOSS 血量也在狂掉，这 BOSS 还想一个后跳跑出来，直接被3个海牛又锤了回去。就这么我啥都没干，BOSS 直接被海牛们锤死了。我一开始还以为海牛没啥用呢，这不没落雷好使。后面还有毒山流派，能直接给 BOSS 上毒让他流血流死，还有寒冰流派，直接把空岛背换成冰雾背。流派一成型，打所有怪都在打木桩，全都被冻成冰雕，原地挨打，被冻住时还会受到3倍伤害。BOSS 都没动过几次就被带走了。该说不说，这模式是真挺好玩的，不仅流派多，强度也都在线。我个人也是挺喜欢玩 roguelike 类型的，希望这个模式后续能更新多一点流派吧。对于 PVE 来说，众多的玩法固然重要，但主线关卡也是所有游戏都绕不开的一个点。与大部分游戏主线关卡都是流水线战斗不同，这游戏的主线里并不全是单纯的战斗，制作组还在关卡里做了不少演出效果，比如主线到了愚人帝国那一段，也就是动画里路飞打阿龙的那段剧情，全村人都为了奈美打抱不平，决定与阿龙决一死战时，留下了奈美一个人失魂落魄往反方向走着，随即进入了走马灯。我们操控了小奈美走在奈美的回忆里，短短一段剧情却涵盖了奈美在可可西亚村的所有情感，直到阿龙海贼团的入侵。小奈美看到养母被迫害，却无可奈何，只能拿起锤子挥尽全力攻击了愚人。这场战斗塑造的无力感真的太强了，直到看到贝尔梅尔被阿龙杀害时，奈美彻底陷入绝望，最后奈美带着哭腔向路飞求救的样子真的绝了。关
是看这一段，我就感觉这组在 PVE 也是下出了功夫。最后路飞与阿龙的决战也是完美还原了动画，不仅有的不输动画的 CG， 还有 QTE 加强成绩感。不得不说，最后这段痛打阿龙是真的太带感了。打完主线之后，领奖励，直接给了10张票，抽抽卡斯看能不能出货。哦，金冠要出了！我靠，怎么是你呀？我刚打完这个逼，怎么就出了？麻了！虽然我挺讨厌这人的，但不得不说他的技能组做的还是挺有意思啊。正常一技能就是普通的抓取，然后扔地上，但如果一技能与平 A 交替使用，就会触发连续3次的抓取，伤害更高且无法闪身。二技能则是用大刀往前攻击，技能结束后接平 A 还可以把敌人拉回来追加1次攻击，感觉强度还是在线的。不过我并不是很喜欢他，还是算了吧。再来一把10连，又出了。不对，这个宏观，我去，英雄好师傅铁拳，这不得赶紧试试看强度。练习场试了一下，发现它的机制也挺独特的，平 A 一共有4段，在第2段或者第3段时，松开攻击点都会累积1层气势，气势会增加2技能的伤害，并且2技能在出招的一瞬间是有格挡判定的，格挡成功后会获得霸体，并再次增加伤害。不得不说，科普伤害是真的挺高的，我这波成功格挡到路飞，直接几拳就把艾顺送走了。后面的角色也是一样，只要被我连到，基本2套就能带走。但很快我就发现问题了，有前摇的攻击还是能预判的，但有些攻击几乎没有前摇，就很容易被打出破招，闪光被动的随便破解，打到后面几乎没人会被我打康了。但如果不用这招，胳膊又很难起走，因为他的攻击判定其实算挺小的，无论是 Y 轴还是 X 轴都没什么优势，所以这角色还是挺吃力回的，并不是说高级角色就能无脑碾压了。在角色平衡上来说，这里还是做得挺好的，而且不是说高级角色伤害就会高，这游戏的养成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它在各个地方都有可能加你的战力，比如主线找到的收藏品、任务里的小道具、船坞内各种零件，只需要点几下就能增加你的各种属性。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装备和意志，装备跟其他游戏差不多，一共有7个格子，虽然听起来有点多，但这套装备是所有人共用的，只需要刷1套就够了。装备要去打这个秘宝试炼才能出，是个主角打 BOSS 的模式，就算自己打不过，也完全可以整个大佬带飞。不过说实话，3个人打 BOSS 实在有点乱，经常会出现不知道自己或者 BOSS 去哪儿的情况，打起来体验有点差。希望官方到时候能优化一下这个玩法吧。意志则是需要打进入世界获得道具，然后在这里进行激活就可以加属性，并且会有各种共鸣效果。这里看起来就是要干的东西了。不过这游戏大部分时候都是有自动战斗的，每天花个几分钟就能搞定，玩起来也不会太累。这次海海玩壮志雄心，我也是玩了好几天，可以说是把大部分玩法都体验了个遍。只能说无论是 PVE 档还是 PVP 档，又或者是纯粹的海迷，都能在这款游戏里面找到自己想要体验的内容。虽然还有一些地方需要优化一下，但整体游玩下来，游戏质量真的非常的高。游戏今日也是已经开启了公测，感兴趣的大伙可以直接去各大平台下载试试看。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部小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连关注啊，学习更多有趣的视频。到这吧，我是李，我们下期见。突破2次元，这是我女儿最近在玩的一款究极盗版手游。你们还记得上次吐槽海贼王盗版手游的视频里，我惊叹市场上居然有这么嚣张的盗版游戏？在这款游戏面前，那个海贼王盗版手游简直就是地中之地。光是看这个图标就知道这个游戏有多逆天了。贝吉塔、路飞、鸣人的3人同框，仿佛是在对标任天堂的全明星大乱斗。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紧跳进去看一下这游戏是个什么尿性吧。进入游戏，非常经典的问我要设备的权限，先拒绝了吧，应该没问题。我操，这么嚣张的吗？路飞、鸣人、孙悟空，甚至他们的小智都在啊！这个加载页面估摸着是游戏作者百度找的图，然后一个个抠下来贴上去的。话说自来也还有路飞是没有高清图是吗？怎么像素这么低呀？看到这个加载页面，我真的想做成梗图，下面加一个你醒了，这里是2次元。OK， 终于加载完了。公告我以为是卡了，等会儿会弹个什么充值按钮啥的，结果不是，只是单纯没公告而已。这还每个区都爆火呢，我是不是还要排队呀？哎，我为什么登不上去啊？捣鼓了一会儿，我发现你进游戏之前必须同意这游戏访问你的设备权限，不然不能玩。那行吧，给你访问吧。我操，这次进游戏有公告了，果然是叫你充钱呐！我去，这多少个零我也懒得数了，充值力度还是一如既往的高，而且估摸着也是有人充这个钱。哦，这里也有充值1万以上的你改服务器名字啊？不过我刚看服务器列表，好像没有人改过服务器名字，这游戏怎么没人充1万以上啊？真拉！创建角色，选择一位角色开启您的冒险之旅。我操，火一部何德何能，居然能和这3位站在一个水平上啊！还有悟空，你怎么了？为什么你跟火一部一样矮啊？制作组是没有找到悟空小时候的模型，所以直接把大人把悟空的模型腿和腰打断了吗？那反正直接选悟空吧。哇，这悟空为什么是用的美国版的语音啊？卡梅哈梅。还有悟空居然是辅助型，辅助谁？比鲁斯吗 ？OK， 我取个名，咱们就进游戏了。我操，这游戏还有剧情啊！头好疼，这是哪？我竟然看见了！妈耶，我肯定是在做梦。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做梦，但我知道能打出这样的标点符号，作者以前语文老师肯定没少抽他。
哦，这个剧情是讲我们做梦嘛，我们要打败梦魇，这就是主线剧情了。那支线剧情想必就是怎么充钱打败梦魇，快让我看一下这样的画面吧。OK， 我们到红莲寺打梦魇了，这个画面属实是有点缝了。先不管了，先让我看看这样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哟吼，居然不是你打一下我打一下的喝茶游戏，居然是拥有高贵的 3D 建模和高贵的点地板走路的游戏。当然，如果没有这土到掉渣的台词就更好了。这几个台词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能讲出这种台词，你也会讲出，哎，你也在网上冲浪啊？我去你的 QQ 空间里面点了个彩，你也来我的 QQ 空间里面点个彩吧。那反正安妮路就加入到了我的队列中，然后我们就在一个非常完美的游戏系统下面拳打脚踢了一下，就遇到了第一关的 BOSS。这个很会用 T， 但是没事就想用铁块挡一下招的人，杀了我那么多手下，你还敢出现吗？神艾尼路！我操！我做梦都不敢梦到这个连8级都不会用的人敢跟艾尼路这样讲话。不过他也挺强的，能摁接龟派气功波和这个雷电，想必制作组是很喜欢铁块这招吧，给他加强了。打完之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路飞在旁边要跑过来揍我，那反正这游戏也是有经典抽卡的，教程让我免费抽了一下，我就抽到了这个鹦鹉猫头鹰。这悟空还能说有了伙伴就踏实了，属实是太看得起鹦鹉猫头鹰了。终于在打了好几关之后，这新手教程结束了，赶紧让我抽个卡试试看能出个啥。我去，稀有阿斯玛，这不是传说中的那位如果你不说他的名字我根本就记不起来火影有他这个角色吗？我操，这也太幸运了吧！再来10连抽，我去，稀有丁次，还有一大堆火影的暗部炮灰角色，这游戏真是太良心了。他喵的10连抽出1个角色，其他全是经验包，怪不得你这游戏没人充钱。隔壁盗版游戏怎么说10连抽也能出个5、6个角色，其中1、2个稀有的，你能就出1个，而且这卡池里面就没有高级角色，高级角色必须抽高级卡池，而且抽一个不是一整个角色，而是有概率出1、2个碎片，差不多80多个碎片能合成出1个角色。而且我不知道制作组是很讨厌龙珠还是怎么说，龙珠里的角色基本都是矮人，就用的是大人的模型，但是会把腰和手还有脚都砍一半，看起来就像是有什么先天性缺陷一样。OK， 我把我的钻石抽空了，就抽到了天津饭和麦特凯。先把阵容排一下，看看悟空、天津饭、麦特凯在一起打怪什么样的。好吧，其实也就那样嘛，就是你一拳我一脚，能量够了就放个大招，完事了就拼谁的数据更高。你还能要求更多吗？哦，这是什么？首领来袭，打赢之后有几率会获得传说中的神器。哦，打鹰眼啊！话说鹰眼在海贼王里面也没展露出多少实力，在这游戏里面是怎么攻击的？我去，堂堂世界第1剑豪就是拿剑轮着打。还有这个语音是哪里抠的？我从来没有听过鹰眼讲这句话。化为灰烬吧。OK， 打死之后奖励就是经典蚊子腿。这首领来袭还有弗利萨可以打，上来就是最终形态，这么牛打得过吗？哎呦，有机会哦！等一下，这弗利萨怎么还会放火药桶啊？你是什么普朗克是吧？哎，不行，这里我要操作一下，控制他们3个后退。哎，来不及了，悟空给炸没血了。哎，你的龟派气功波怎么放反了？我去，悟空倒了。OK， 天津饭在死前发了最后一个波，把弗利萨给轰死了。接着玩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游戏是真的没有人玩。就我这刚刚开始玩的，我是全服前9名，前面的人我感觉有5个是官方高级号，后面我又打了好几关，都是没什么难度就直接过了。我估计打一段时间就会卡在一关要充钱才能过吧。我就懒得打到后面了，还突破2次元了。啥时候律师函寄到家里，就是真的突破2次元了。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3连关注，我还持续更新更多搞笑视频。那就这样吧，我是林虎，我们下期见。所以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我以前也是个动画区 UP 主，小学的时候就有在追海贼王了。当时网上有人吵过海贼王和火影到底哪个更牛，之后我后面去补了火影，只能说火影和海贼都挺好看的。之后我又陆续玩了一堆的火影的游戏，像是小时候的死神 PK 火影、史蒂夫那边的火影疾风传、究极风暴我都有玩过。后面因为能用电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了解到了还有一个火影忍者的手游，区别于当今市面上大部分的卡牌游戏，这种纯粹的横版格斗让我当时玩挺上头的。直到今日，火影手游的热度也是高居不下，愿意听取意见的运营也让不少玩家对火影手游出版商，也就是魔方工作室留下了不少的好印象。而就在前几天，我听朋友说魔方工作室又出了个手游，叫什么航海王壮志雄心，也是火影手游那种横版格斗类型的。我当时就来了兴趣，虽然我还是挺相信魔方工作室，但也不敢提前开香槟，万一到时候出来拉胯了，岂不是打自己脸？那你们懂我的，我可不是一个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这不得让我接下来好好品鉴一番。开始游戏，开局是一段 CG， 索隆被海军绑在十字架上，然后路飞前来营救。有一说一，这3讯号的质量真的可以啊，感觉像是在看海贼王大电影一样，人物神态的小细节也表现得挺到位的。哦，我们的主角路飞就位了，先看怎么操作。左下操作摇杆，右下有4个键位，最大的键就是平 A 了。这道平 A 有5段攻击，第5段能打到蓄力攻击并使敌人浮空。一技能就是橡胶机关枪，可以说是路飞
费最经典的技能了，按住方向键还可以边移动边攻击。二技能橡胶车轮，直接漏弹冲击狠狠的撞对面。快局就是这样一次技能键还能接一个橡胶残毛。陆地只码了4万奥义，看到了是什么？我去，这不是那个橡胶暴风雨吗？有一说一，这些招式都挺还原的，但它也只是插了一小段原话之后，十分流畅的衔接上了游戏内的人物动作，真不赖呀！这不是我们的英雄好图和科比吗？哦，现在是援护技，看来这游戏应该是和火影手游有着类似的核心机制，这时候可以呼叫援助对敌人进行攻击，不同的援助也会有不同的攻击方式。游戏里还引入了空岛贝，其实我一直对空宝贝有种遗憾，尾田后面好像忘记了这个东西，感觉很多空岛贝都是很有用的。这游戏里面弥补了我的遗憾，现在可以在联动中插入空岛贝，打出各种各样的效果。我们最开始拿到的空岛贝还可以打断 BOSS 蓄力，索隆的3刀流也是完美还原进了游戏。一技能刀蓝流有着2段不同的招式，每次技能之后都可以衔接平 A 打出3刀流。二技能鬼掌远距离突进，残骸鬼掌更是可以变成鬼烧斩，伤害更高，击飞更远，还能攻击到地面上的敌人。怎么多了一个键？我去，狮子王哥直接一刀斩了3000多血，奥义则是索隆的招牌技能3000世界。不过这个时候就为3000世界了，前面不得随便打。打完这单之后，索隆也就加入了我们海贼团。之后主线也就是跟动漫一样，主角团人一个个相遇，然后结伴，配合这高质量的 CG 演出，真让我有点舍不得跳过剧情，想着当做是回顾剧情再看一遍海贼王。现在解锁了抽卡，咱们先去活动界面领奖励，囤一波资源再抽。第2天可以领乔巴，第5天和第8天都可以领一个10连，感觉还可以啊。后面这个伙伴修行、白猎荣耀和友情羁绊活动，都是玩几天就可以免费领成卡的。本将只要1天干一点，多拿几盘 PVP，第1天也可以拿到。哇，这有点厉害啊！不愧是前期能和3子5开的角色。领完福利之后，我们直接去抽卡，看能不能出货。10连开！坏了，怎么都是些紫卡？虽然好几个主角团的，但都是紫卡，怕不是要在 PVP 里面被暴打，先去试试看好了。毕竟这种格斗游戏最重要的还是 PVP， 希望它平衡做得好吧。体验了半个多小时 PVP， 有一说一，其实这些紫卡角色意外的都挺能打。除了娜美这个机制有点玩不习惯之外，其他的角色基本都有自己的战斗风格。像塔西米就是每次小技能结束后使用一次普攻，可以强化下一次释放的另一个技能。路飞则是可以利用2技能手残和1技能快速突进的优势来更优先的攻击到敌人。我最喜欢用的还是索隆，只要能在每次技能释放后追加平 A， 就可以恢复精力，能搞出很高的连击，操作得当，甚至能打8、9颗。随系统攻击到了就占有很大的优势，但也不是说被打到了就可以双手离开屏幕了。游戏内还有一个闪身机制，被攻击时可以使用，就可以脱离手机并瞬移到敌人后方。PVP 技术如何，很大程度就要看你对闪身的使用和对角色的理解。像这把我们就碰到了高手，一开始我看他把小巴放在第1位，还以为随便打，结果打着打着就发现不对劲了。我先手出了3字，本来这里我是想趁他碰破时绕到他背后反击，结果这个破破范围意外的大，直接被连上了。我们直接叫闪身离开并反击一波，那对面反应也很快，直接交了闪身想反打一套。我想跑出他的攻击范围，但他的平 A 范围比较大，直接在角落被他逮到一顿砍。这时我们的闪身还有10秒，也没什么办法，只能看着自己挨揍。他也不用技能，就一直卡平 A 砍我，打得我闪身好了都还在连击。我想着应该差不多要连击保护强制落地了吧，结果他还能连上，就一直平 A 跟他砍。我感觉再不交闪身能直接被他连死，于是赶紧交了闪身离开攻击范围。最后虽然抓住了一次攻击机会，打了他一管血，但还是因为前期掉血太多，10连结束了。对面以血量优势赢下了这局。第2场我上阵了路飞，开局想利用2技能手残优势先打一套，结果对面直接利用空岛贝更长的攻击范围抢到了先手，我只能闪身赶紧拉开。想还击的时候被对面用霸体顶了回去，反而自己再次陷入危机，被对面连了波大的，直接被1穿2啊！此时我的场上只剩下索隆，这是要复刻动漫名场景吗？来，海贼王我当定了。接下来我要让对面看看我3刀流的真正实力。第3局开局，对面还想用空岛被抢到先机，我们直接向上一度躲开风刃，并用平 A 抢到连击。只是对面是没有奥义点，无法使用闪身的。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回合了。刀蓝流接3刀流，可以在敌人每次即将落地时上挑一段小距离，可以在落地保护前极限接上。此时你的生命犹如风中蟾蜍，3刀流奥义3000世界，满血击杀。第4场对面上阵的蜡烛人，这个角色以控制为主，我们只要躲开场上的蜡烛，他就拿我们没办法。开局想到先手打他一套，等他倒地时使用喷风背后撤，并将他重新击飞，接鬼烧斩再打一次伤害，一套直接打他1半血，之后往后撤离等待时机。就在释放蜡烛攻击我的一瞬间，使用刀蓝流腾空躲避攻击，最后使用3000世界收尾，再次拿下一局。最后一局敌方上阵了微微公主，但你的操作套路已经被我看穿，只要你敢先手交闪身攻击我，我就能利
用我的闪射回击，将你的闪身真空击的时候都是我的输出时间。只有使用奥义技有惊无险拿下此次胜利。该说不说，这游戏的 PVP 做的真挺好玩，我连着打了几个小时都不带腻的，直接冲到了2300分，而且角色之间的差距都不算大，就算是小班那种小角色，玩得好都差点给我1穿3。更重要的还是要看玩家对角色的理解和熟练度。与 PVP 的热血战斗不同，这游戏的日常可以说是比较轻松休闲了。这个小队冒险的玩法，每日可以领取2次奖励，里面会有各种奇怪的目标。我第一次打的时候是要尽可能击杀更多的海牛，打得越多奖励越好。第二次则是要逃离代理女王的怀抱，尽可能逃得远一些。每天都有新花样，还有个海域探险，帮助盖蒙找回他的真兽。事件中获得的资源可以在商店换船和抽卡资源的。就算你懒得打只想挂机，也可以点左上角的自动让 AI 自己玩，可以说是极大程度的照顾了玩家的干度。总的来说，《航海王壮志雄心》这款游戏目前看下来都延续了火影忍者的高质量，并且在这框架上还做出了自己的新东西。官方已经宣布12月19日进行公测，我这种老海迷到时候肯定会玩的。感兴趣的大伙可以去官号看看更多详情。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部小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我3连关注啊，随时更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那对吧，我是李我们下期见。有这么一款游戏，它的1代是我的童年回忆，也是忘不了的经典。2代的刻度和干度更是让我忘不了。而现在它出3代了，其刻度和干度甚至翻了1倍出来。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玩家相信官方能越做越好，并给到了些许建议。而官方给到的回复是：你做一个。还有，就在最近，我的私信还来了个惊天大爆料，由曾经这游戏1区的板一说，充了200块钱推了解进度，发现战力设计有问题，所以直接开挂去爬塔，200层推完发现天赋点不够，后面天赋得用钻石连满1个月才能叠满。完事了说这游戏全是挂，因为他挑战红装副本的时候，队友直接秒图，没有任何奖励，竞技场进去就秒。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其实自从我开坑做火柴人联盟3，有好多人说这游戏有挂什么的，我现在是没遇到的。这条消息不知道真假，咱们只能祈祷是假的了，因为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都氪不少了，怎么弃坑啊 ？OK， 今天咱们继续回来玩传说中的火柴人联盟3啊。上期视频3连很快就达标了，想必大伙还是非常好奇这游戏后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我也挺好奇的，所以这几天呢，我也是猛猛玩，忍着不抽卡硬玩，囤了一波资源。咱们直接附上期视频的约定，这期必须合出全套天空套。那反正大伙想看我接着玩这火柴人联盟3，就3连合起来能过2万，接着玩啊！看这后面到底是巧克力味的答辩还是答辩味的巧克力？不废话了，直接开抽！OK， 抽了半天啊，抽了一个红色的角色，还有红色的卡片，提升感觉不是很大，反而这充值弹窗倒是不带停的。说真的，有人会去买这个限时充值吗？100块钱10连抽，哥们想钱想疯了，你的98甚至都不带点券的。那这几天我们还解锁了个啥呢？一个全新的角色类型，人形。是的，真的叫做人形。这一款全是火柴人的游戏里面出了个人形角色，这倒没什么，因为你说那些抓精灵游戏都改成抓人抓心怒呢，你一个横版过关出人形角色倒也行。问题是你又喜欢搞那种限制类型通关，现在出了个人形，就意味着我们要多养2个角色。现在我连他们升等级的经验都不够了。人形角色怎么获得呢？在这个冰雪限定活动里面，刚活动拿限定抽卡券抽，我也囤了100多抽吧，只能说全是碎片。可能说你运气好点，在活动结束能立刻拿下这个红色的西亚，但是需要你1天不漏，全部活动都做，运气好凑齐碎片拿下西亚。这个活动唯一的好处就是30抽能出一个紫色时装，这紫色时装对我非常的有用，因为要合天空套。我们先来讲讲天空套怎么合吧，只能用紫色和橙色的时装合成，4个紫色时装是100%合出一个随机橙色天空套配件。是的，随机，有可能合出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用2个不要的橙色时装合成一个随机的。当然你也可以赌一手，直接用1个紫色25%概率合。我不是特别建议你这么做，因为合不出来会清尿的。咱们玩了这一周，也就差不多10个紫色时装，直接合一手啊，出了个护手，还有这个时装货币500个可以自选一个天空套。再来。哎，怎么第1个就重复了？不是能这么黑？我操，太激动了，点错了，幸好50%概率出货了，不然我真要晕过去了。刚刚我忘记自己只剩下2个紫时装了，就点快了，吓死我了。那现在搞了这么一周，也就个护手和盔甲，护手还重复了1个，咋办呢？氪呗。这游戏的点券叫火石，1:10的这样氪，就是1块钱10个火石，完全就没有什么能获得火石的地方，没有说什么你氪什么礼包会送多少火石，90%的礼包就都没有火石，都是钻石，氪月卡能拿火石，但也就是你这样氪的量，所以实际上火石这玩意儿你就是要硬氪，直接去买商城里面的这个礼包，没辙啊，氪呗。
这看一下支付宝都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被诈骗了，我倒是要看看要多少个子时装才能把天空道合出来。按你练手这套直接全拿去合，先把这些重复的护手合掉。勋章可以没重复，然后再是4个子。哎，怎么勋章又重复了？不是搞笑呢？重复的再拿去合，出了个核心，可以进度再推了。再来盔甲，好，就剩下最后2个部件了。然而你们知道刚刚那套子时装多少钱吗？它需要你氪3个通行证，也就是差不多3800火石，400块钱才能拿到。哎，这怎么有2个不同颜色的盔甲？刚刚我合出过盔甲了。不同颜色属性一样，这不是纯的污染词是吗？搞笑呢！咱们再来一套198的子时装，开盒啊！又是核心，核心那么多有什么用啊？双卡双待火才能吗？哦，终于头盔出来了，就差个裤子了。这时装金币换不太现实啊，要500个，我现在才200出头，再来一套。怎么又是核心啊？有完没完了？这套核心有2个纸盒，出！哎。还是核心，搞笑吧？我还不信了，再来一套，呵，出了，终于出了，天空套全套拿下，有什么用呢？实际上加成也没有那么高，但大伙想看嘛，就拿下了。这凑一套才给的武器居然是个紫的，而且效果是 A 的时候6%的概率爆3倍3，还升不了星。一般其实帅倒是挺帅的，天空套拿下之后 PVE 也轻松了不少，但主要别的也得提升。完事这几天还解锁了个啥呢？赛车模式，我以为是跟 QQ 飞车一样，结果是完全意义不明的上下移动蹭加速玩法，看谁蹭得多的小游戏。还解锁了超5，实际上就是多了个小技能，没什么鸟用感觉。最后打把 PVP 吧，用最新的人类角色看看。OK， 这把对面是鳄鱼，看着像是那个鳄鱼的玩具皮肤。上来无脑敲 I 啊，两边都空技能了，没事给你飙一波极限闪避穿技能3段 I， 这接着连。哎，怎么这人形角色平 A 长这么多环条啊？倒地保护一下就出来了，后腿扭一下技能，他过来我们跳过去 A。再接着蓄力平 A 上来打满，这倒地保护触发的这么快啊！人形角色是不是低人一等啊？我去，鳄鱼这都能打上面啊，给连了。没事，等我爬起来就甩登场技。我操，你能跑这么远吗？空了没事，他反应不过来我的突刺，再来一套。这不他爬起来大概率会用大绝，没甩，那我们抓他技能一直甩大绝，他爆气了没吃满伤害，反而我们被连了，爆气，血量稳住，这波应该是要放大绝了，捏不了那么死的，极限闪避。哎，不是啊。这怎么躲啊？又给连了，他怎么打我不长环条呢？我能给一口气连到第2个爆气出来了，血量差不多，这人的屏幕另一边跳起来砸地，差点没反应过来。仔细看我这波不是被打飞，是在他的攻击上闪避了，所以放出了登场技。他以为我被连在硬直，还想上来 A 正中下怀。可以，我才能联盟唯一能玩的就是这个了，别的模式纯反人类。反而大伙想看我接着玩，就3连合家过2万，接着吃。那么我讲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个关注啊，属于一个搞笑吐槽视频。就这样吧，我是李，我们下期见。